第一，我不是拽，我是愤怒。第二，我不叫外，我叫楚雨荨。在郑爽赢得借贷官司之后，有网友结合他悄悄恢复演员认证，代言广告上首页推荐，被封杀艺人名单不见其踪影的种种迹象，推测劣迹艺人郑爽似乎在筹算东山再起。然而这一切的小动作逃不过张恒的眼睛。4月26日，张恒爆出一段语音聊天记录，短短5分钟，郑爽直接化身当代女版泼刘惜君，让人看到血淋淋的人性之恶。她迄今为止的传奇人生到底都经历了什么呢？这里是瞎谈鱼子酱，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今天又疯又贪又坏的郑爽。4月26日，张恒放出一段时长5分14秒的高能视频，短短5分钟蕴含的信息量巨大。如果说郑爽代孕生子挑战公序良俗，那这段视频里的郑爽一家则是真的触犯了法律。如若为真，则足以毁灭郑爽的星途，更甚至是迎来牢狱之灾。总结这份语音聊天记录分为以下4个方面：第一，家庭合谋，知法犯法。郑爽妈妈教导张恒使用话术，以此避免聊天记录被截图取证，教导极为谨慎，极尽套路。以后尽量有一些东西不用文字啊，完了有一些关键的事我们可以打电话、语音电话说。然后在一些片酬问题的敏感词上面，郑爽妈妈教导到，聊的时候大概的说一说，也别把什么万个千呢说上，就是比如说1点几或者是4000几这就行了。还告诫张恒对待郑爽的事情要万分小心。第二，1.5亿不够，索要1.8亿，贪得无厌。在曝光的记录中，原片方本来与郑爽的签约片酬是1.5亿，不过郑爽并不满足，直言自己希望的片酬是1.8亿。如此疯狂的报价，甚至把郑爽妈妈都吓到了，直言大可要的有点狠。随后又说，你也劝劝大可，要是让我谈1.8，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嘴呢，见好就收吧。郑爽爸爸同样被吓到，他告诉张恒，因为1.8不是现在，就以前1.8也很吓人了，这个形式我觉得那么的有点风险太大。这一笔天价巨款，郑爽敢要，但郑爽的家人却不敢收。不敢收的原因也并不是善良有自知之明，而是怕触碰限酬令的高压线。最后双方以1.6亿的片酬谈妥。1.6亿又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月薪6000的普通职工，需要连续工作2222年，从秦朝开始上班，并且分文不花才能挣到1.6亿。而郑爽只需要进组77天，每天就能拿到208万。这份天价片酬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制作费被占用，从而降低制作质量。第三，造假机票报销，超市白吃白喝，省钱气狗。郑爽为了骗取报销 PS 机票截图，还常在超市吃东西不给钱。张恒对此表示沉默，反而受到郑爽连连数落，还骂张恒你破坏了我的乐趣，打钱给我。甚至于在家里养的小狗得了细小之后，郑爽想要把狗装到鞋盒子里丢弃，她觉得去医院比买狗都贵，还好被当时的男友发现救下小狗。救狗英雄应该也就在2位众所周知的前男友之中。洪彦斌有一只养了很多年的小泰迪，分手后写了你要的全拿走，歌词写道，留下我们的狗，我怕它以后没人宠。留下我们的狗，别怪我没有用，我怕它以后没人宠。张翰也和郑爽共同养过一只小狗叫小琪，而小琪在2人分手那年就被郑爽养死了。第四，阴阳合同偷税漏税。郑爽妈妈出谋划策，研究使用阴阳合同进行偷税漏税，将1.6亿一分为2，向郑爽方面签下一份4800万的阳合同，而阴合同的钱则是让片方给郑爽妈妈实际控股的上海金燕莎公司增持1.12亿元。不仅如此，阳合同的4800万，郑爽妈妈觉得交40%的个税太多了，于是就想让郑爽以心仪翠山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签约艺人的身份逃避个人所得税，最后只交了20%的税。郑爽妈妈还说，因为出台的限薪令，演员行业不好干了。所有人都想问，这个钱挣来干什么了？郑爽明明收入以亿为单位，却遗弃生病的小动物，在超市吃霸王餐，造假让公司报销莫须有的机票钱，还在闲鱼卖破烂，还顺走节目组的道具挂卖。她自己本身也不喜欢奢侈品，机场图穿得像个素人，跟其他明星的机场套装比起来十分便宜。她也没有经纪公司，所有收入不用分成，全归自己所有，最多只见她在上海买了一栋豪宅。之前录制综艺《我们长大了》，还透露出向马天宇借钱买房子。因为那个时候要买房子嘛，就特别想在上海定居下来，他真的就没有2分钟就给我打到账户上了。除此之外，其他的花费从未耳闻。
赚着日薪208万，也说着一个孩子我们养不起，只能说郑爽疯到掉进了钱眼。其实从前的郑爽并不是这样的，她是怎么从人们心中那个可爱倔强的楚雨荨，变成现在所有人眼里待孕弃子、背信弃德的疯女人的呢？可能与她畸形的原生家庭有关。郑爽出生后，在母亲的眼中，她应该是一个高贵端庄的淑女，所以从郑爽1岁半开始就控制她的饮食，防止变胖。郑爽妈妈也把自己的明星梦寄托在女儿身上。你是从小栽培她当明星吗？哦，你真的有刻意栽培吗？有啊，可能是实现我的一个理想吧，就是想从事演艺这方面的，然后你就没干上这一行，就觉得特别。从小她就被送到各种各样的补习班，钢琴、舞蹈、声乐等等。在别的小孩子玩耍的时候，她在学才艺，还得连连跳级。周日中午只有半个小时玩耍时间，郑爽每隔5分钟问一次到点了吗？成长过程中，母女2人性格都十分强势，经常发生争执。有一次，郑爽要求妈妈给自己道歉，没想到郑妈妈一听就发火了，说道：“我牺牲自己培养你，然后我还欠你一个道歉。”为了学习舞蹈，12岁的她一个人去成都学习，这时的她被同学孤立，但她不与父母沟通，而是给自己好友写信，发泄出自己的情绪，诅咒她早点死掉得了，真是个毒妇，贱得要命。如此激烈的言语，竟是一个12岁的小女生写下来的。小时候，父母没能倾听孩子的心声，她只能用激烈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偏执而疯狂的性格，大概从此时就已经初露端倪。2007年，母亲把她带到了表演系的考场上，让她长见识。无心插柳柳成荫，没想到她同时被中戏、北影、上戏3所名校的表演系录取。最后，她上了北京电影学院。那一年，她才16岁，是当时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她的星途一直充满着惊喜。2009年，18岁的她被选中饰演《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女主角，收视率一举破2，一夜爆红。那个时候展现出来的她青涩可爱，充满了灵气。她和张翰的缘分也从这里开始。你是猪，可以延伸为你是野猪、豪猪、花猪、光猪、蠢猪、笨猪、乌克兰小乳猪、猪八戒。2011年，她又参演了电影《跨壁》，她饰演的牡丹被网友称为大荧幕上最有仙气的仙女，从楚雨荨变成了小仙女。你们那个世界里，女孩是怎么样的？她们吃什么，穿什么，喜欢什么东西？除开原生家庭，她的黑化也可能与一段段不幸的恋爱经历相关。流星雨后爆红的她，却因与剧中男主角张翰恋爱，今后息影，只愿洗手做羹汤。别的明星谈恋爱都被骂，只有她得到大家一致的祝福。在这段金童玉女般的恋情里，她不但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失去自我，直到自曝自己因对于这段感情不够自信，选择了整容。即使触犯了整容这一女性大忌，但她仍有大圈粉丝心疼和表白，认为郑爽敢做敢当，整容是每个女人变美的权利。在郑爽这种自我牺牲式的态度下，两人的恋情就此分手。2015年，郑爽加入《花儿与少年》，节目全程载入综艺史册，在节目中公然开撕，放任何一个明星的身上都可能万劫不复，但她仍旧是幸运的那个，竟以真实、倔强、脆弱的个性圈了一批性格粉。这年，她也迎来了她的第2段恋情。2015年8月，郑爽和音乐才子胡彦斌被拍到亲密照，两人的恋情被坐实。郑爽还在郑爽的书里提到，支持你做的任何事情，哪怕只是玩玩感情，我都能够接受你的放纵。这卑微的爱情加上颜值的差距，让粉丝一边倒的辱骂胡彦斌，不堪重负，两人在第2年就宣布了分手。2016年，郑爽出演《微微一笑很倾城》重新爆红，但因失恋暴瘦，心思纸片人。2017年，参加《演员的诞生》，郑爽全程表演不在状态，瞪眼、摇头晃脑、笑场，不敬业的态度让导师章子怡一度黑脸，也让全网对她路转黑。直到录制《铁甲》，开始了与张恒的相爱相杀，她从黑红走向了陨落。与张恒恋爱期间，主演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青春痘》，这部剧自播出后热度极高，播放量过亿，但豆瓣评分只有4.7。赵导对于郑爽在戏中的评价是演技炸裂，但在导演赞誉的同时，是网友满满的质疑与吐槽。郑爽还是当年的撅嘴瞪眼卖傻3脸，还有一段郑爽洒脱式的欢乐跑，令人目瞪口呆。出道10年，一成未变。从年少成名到现在跌入低谷，又疯又作的自己，走火入魔的爽妈，推波助澜的爽爸，不幸的感情，颠倒是非的粉丝，所有因素集合成了一个郑爽。在娱乐圈这样的浮华场中，郑爽的疯、坏、贪逐渐被放大到无所遁形，最终导致了封杀之路。如今阴阳合同一事，
在官方未正式查证并且公布处理结果前，酱子和大家一起静候消息。虾米酱们，如果郑爽真的回来了，大家会支持还是反对？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想法，关注点赞我，酱子为你带来更多新鲜资讯。记得看完片尾再走哦。这里是虾谈鱼子酱，你是我的虾米酱。我们的视频 very good， 点赞、留言和关注，一键3连不耽误，订阅虾谈不迷路。